你们是什么人？来我家做啥子啊？杏花最先出声，看着眼前一帮男人，声音不稳。难道你们是段秀一家亲的？九王爷率先黑着脸离开，安武绷着神经疾步跟上。薛锦直勾勾地看着涂小娇。你跟九爷？没有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我是在密室里中了毒了，嘴巴不听使唤了。表哥，你京城外有落脚的地方吗？能不能先借我暂住一段日子？这是不敢回京，怕被九王爷收拾吧？我在京城外确实还有点产业，但是我觉得你住在外面不安全，不如先随我回国公府吧。我们家在九爷面前尚且有几分薄面，到时候我让父亲帮着求求情，也许九爷就把刚才的事情给忘了。你就劳烦表哥了。马车内，九王爷已换过衣服，脸色瞧着也恢复了许多，似已恢复往事的体面。查到是何人所为了吗？回主子，根据那些莽匪的交代，还有那密室的设计，属下基本可以肯定，跟齐郡王脱不了关系。看来齐郡王是认定了三王爷的死是主子您所为。有人乐意看他跟本王对上，他自然是要卖力一些的。国公府，为防九王爷灭口，薛锦急匆匆地将涂小娇带回了国公府，对着薛老夫人将近几日发生的事如实地说了一遍。祖母啊，表弟妹实在是个可怜人，咱们可一定要帮帮她呀。哎呀，这涂小娇用嘴把九王爷给糟蹋完了，九王爷若是要计较，我能兜得住吗？似乎感觉到了老夫人的为难，涂小娇开口：姨祖母，是晚辈太过冒昧了，这种时候晚辈实在不该贸然过来。我先去给九王爷请罪，待过后再来给姨祖母请安。不行，不能走。小娇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只管安心住下便是。说着吩咐身边的齐嬷嬷：你带小娇先去歇息一下。是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别打什么歪主意。什么？涂小娇可是你表弟媳，你可别给我犯浑，觉得人家夫婿没了，就对人家生出什么龌龊的心思来。祖母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想法怎么还这么阿杂？祖母，我对涂小娇绝对没有一点想法。薛老夫人拧眉：真的？那你为何这么护着她？之前听说涂小娇出事，你就急得不行。现在涂小娇可能被九王爷怪罪，你又是直接把她带了回来，不遗余力的要护着她。这么些年了，可没见你这么紧张过谁，护过谁的。哼，也包括我这个祖母，也没见你这么上心过。祖母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如果我对涂小娇有想法，就让我爹不能人道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喜公公来了，说太后和皇上要见涂小娇。哦，见涂小娇做什么？这喜公公可有透露？老奴问了一下，喜公公说太后似有意把涂小娇赐给九王爷为妾。听到这句话，薛老夫人心里一惊，刚要说话，看到薛锦的脸色又是一惊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我什么表情？哎呦，如丧考妣，如遭雷击，还有兴奋无比。哎呦，那表情啊，就像是突然被淹了，忽然又被告知可以接上。哎呦，那个悲喜交加哟！九王爷纳妾，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？纳的又不是你。
呀，祖母，你不懂，九王爷那涂小娇，他还不如那我。你，哎，祖母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跟着涂小娇去皇宫见到皇上和太后。说完，薛锦疾步跑了出去。这涂小娇现在还是魏家的媳妇儿，太后把她赐给九王爷为妾，怕是说不过去吧。老奴听说魏家那边已经写了休书，这也未免太巧了吧。太后刚要把涂小娇赐给九王爷，魏家那边就刚巧写了休书。不是巧合。老奴昨日外出，看到九王妃去了相府，想来是那九王妃对魏家开了口，在要了休书后，又去皇宫求了太后，求太后把涂小娇赐给九王爷为妾。所以是九王妃开口为九王爷讨了涂小娇。是，喜公公是这么说的。想来是这几日九王爷跟涂小娇独处的事，九王妃知道了，所以就向太后求了这道懿旨。薛老夫人听完沉默了。九王妃把一个寡妇求来给九王爷做妾，这是大度呢，还是纯粹在膈应九王爷？皇宫太后、皇上还有九王妃等人正在说话，喜公公缓步走进来禀报：皇上，太后娘娘，涂姑娘来了，正在殿外候见。宣她进来吧。民妇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娘娘。皇上和哀家为何宣你入宫？想来的路上，喜公公已经同你说了吧？是。那么，做九王爷的妾室，你可愿意？回太后娘娘，民女遵从太后的吩咐。涂小娇没有直接说愿意，其实心里就是不乐意了。说听我的吩咐，就是迫于皇家权势，只能屈从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入九王府为妾吧。闻言，涂小娇垂落在身侧的手紧了紧。小女遵命。京城人都说你对魏三公子情深意重，哀家还以为你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为他守着呢。回太后娘娘，自古忠义难两全，所以相比民女对王夫的情谊，对太后忠心才是最重要的。一直听魏家的人说涂姑娘是个极聪明的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假。太后娘娘过奖了，小女愧不敢当。薛锦急赤忙慌地朝着皇宫赶，结果刚走到宫门口，就遇到了手里捧着太后懿旨的涂小娇。薛锦头皮顿时一麻。这个是……太后的旨意，我要入九王府为妾了。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咱们换个地方说。一品酒楼到地方，薛锦就拉着涂小娇去了包厢。这懿旨你怎么能接下来呢？你做过抗旨不遵的事吗？或者说，这京城之内有哪个蔑视皇权的，与皇家对抗的？薛锦嘴巴动了动，又紧紧闭上了。也许在薛世子看来，作为一个好女人，一定要为王夫守身到底，宁死不屈，这样才算是忠贞，算是有情有义，是不是？薛锦想说是，可又觉得太混蛋了。可是凭什么？凭什么有些人一句恶，我就是错的？凭什么他们一句不真，我就要去死？我就偏要活着？可魏松怎么办？是呀，魏松怎么办呢？本来还有我这么个活着时对他不好，但是死后还能与他合葬，与他作伴的歹媳妇儿。可将来我
连与他合葬的资格都没有了。看涂小娇掉泪，薛锦几乎想把魏松活着的事给说出来，可惜最终没敢。魏松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就藏着吧你！再继续藏下去，你马上就要跟九王爷共侍一女了。表哥，如果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回魏家了，我还有些东西要收拾。行，你先回去吧。涂小娇离开，薛锦带她走远，当即骑马出了京城，去找武安了。武安听完，不只是表情，是整个人都木了。主子让我看好涂小娇，我倒好，把她看成九王爷的妾了，偏偏就是九王爷的妾。九王爷跟主子之前那是什么关系？那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。在过去就是一个头发丝，他们都要分清这头发丝姓谁，一根头发都要争个胜负的人，现在中间牵扯到了一个女人。你说，哎呀，怎么偏是九王爷呢？这以后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家主子什么性子，你是清楚的了啊。他就算是心思不在意涂小娇，也是绝对不会容许他落到九王爷的床上。不过九王爷对涂小娇也是不在意的，所以等到魏松回来，如果他开口，也许九王爷就把涂小娇还给他。这么一来，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。世子怕是忘记了，现在的魏三公子在九王爷的眼里可什么都不是，他没那么大的面子，九王爷不会因为他的一句话就去违抗太后的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等到涂小娇入九王府的那天，我带人去把她掳走？说完，不待武安开口，薛锦记自己否了。不行，到时候被九王爷查出来，可能就是我要把涂小娇给纳了。这来来回回的折腾涂小娇一个女人家，就更难在世上立足了。薛世子，你真的确定涂小娇对于九王爷没有一点想法吗？有个屁的想法，你是没看到。今天他对着太后的懿旨，在一品楼吃饭的时候，吃的就像是断头饭，一脸豁出去的表情。在此前，我刚提到魏松，他眼睛就红了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你要知道，当初他跟魏兆落到莽匪山的时候，可都没哭。所以说着，薛锦顿了顿，直直地盯着武安。在他这么委屈的时候，你竟然还怀疑他对魏松的真心，你真是，哎呀，真是跟你家主子一样没良心。薛世子，请你慎言。哼，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话也是我说的。你尽管给魏松禀报，大不了他回来再揍我一顿。不过你在告状的时候啊，顺便也给魏松说一句，如果他真的不想要涂小娇了，那就别争了，就让他安安稳稳的在九王府待着吧。虽然我跟涂小娇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感觉只要他想，他也能在九王府过得很好。不要人家委屈了，你们没一个出面的，等到以后了，人家好不容易熬出来了，日子过好了，你们又出来捣乱，那可就太不是东西了。现在涂小娇心里都是魏松，九王爷就是那个多余的。日后等到涂小娇心里的人变成九王爷了，魏松再去找涂小娇，那就是奸夫，他就是那多余的了。薛世子，你这话说的未免太难听了吧？我说的是事实。哼，大智若愚，听说过吗？那说的就是小爷我，倒是你家主子，可别做那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儿。说完，薛锦迈着四方步径直离开。另一边，涂小娇在回相府的路上就遇到了安武。涂姑娘，我家主子就在前面茶楼等你。来了，坐吧。后天是个好日子，到时我派人去魏家接你。王爷，您真的愿意我做您的妾室吗？太后说你合适，
你自识何时？闻言，涂小娇沉默了，心里明白了，九王爷是孝子，太后是慈母，如此太后给他选的妾室自是好的，九爷是孝子，自然是不会违背太后的一片慈母心。好，那我就在魏家候着了。如果王爷没别的事儿，小女就先告辞了。九王爷点头，涂小娇起身离开。不知为何，涂小娇入王府，本王有一种引狼入室之感。相府，老夫人，是涂小娇回来了。你过去看看，问她有没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开口。俗话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涂小娇能豁得出去，但是魏家可豁不出去。所以，如果可以，魏家还是十分愿意跟涂小娇好聚好散的。特别是马上就是九王爷的妾室了，做不成亲戚，也不能做仇人呐。老奴明白，老奴这就去。李嬷嬷在去三房的路上，涂小娇就先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。涂小娇，恭喜你啊，要去九王府为妾了。这可是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福气呀！涂小娇看了魏如珠一眼，唉，只是可怜我那个短命的树哥哥，才死了连100天都没有，你就改嫁他人了。摊上你这样的媳妇儿，她可真是有福气。是呀，其他女子在夫君过世后要守一辈子的寡，可我这么快就有下家了，并且这次的夫君还是九王爷，所以我是真的有能耐。那么，涂小娇说着顿了顿，看着魏如珠不急不缓。像我这么厉害又不要脸的人，应该很快就能得到九王爷的宠爱吧？现在你这么关心我，那么待我得到九王爷的宠爱后，自然也该回报你几分才对。回报你什么呢？涂小娇盯着魏如珠，妹妹现在的亲事好像还未定下来吧？不若我到时候就对着九王爷吹一下枕边风，让王爷做主给妹妹指一门亲事如何？涂小娇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涂小娇，你这么恶毒，一定会遭报应的。你看，涂小娇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能对二姑娘动手？能做什么？自然是作恶，多作恶，早日遭报应，这样也好让你早些如愿，不好吗？涂小娇，你给我等着！说完，魏如珠气势汹汹地离开。蠢货！涂小娇在院子门口站了会儿，忽然想到什么，一转身朝着魏昭的院子走去。涂小娇回来了，魏昭自然也听说了，但是魏昭一点见涂小娇的意思都没有，甚至准备好了躲她。在他离开魏家前，魏昭这2日准备连院子都不出了。魏昭聪明地管住了自己，可惜管不了涂小娇。弟妹，你回来了。打搅大哥了。弟妹见外了。我这会儿过来是有一件事想请大哥帮忙。帮忙？魏昭想直接给拒绝回去，但嘴巴动了动。需要我帮什么忙？弟妹尽管说。给我5000两银子。弟妹，并非我不愿意给，实在是我手里并没有这么多。涂小娇点头。我知道大哥手里没那么多，但是你祖父手里肯定有。祖父手里有没有我还真不清楚，不过就算是有，我怕是也要不来。你知道的，祖父并不看重我这个孙儿。如果你跟相爷说，你若拿不出银子，我就去跟九王爷说你无视太后懿旨，毅然色欲熏心的非礼了我，羞辱了九王爷，这样他是不是愿意给你银子了？
有才眼眸瞪大，这是阳谋。魏昭嘴巴微抿不言。涂小娇看了，抬手，手刚落到自己腰带上，就被魏昭一手抓住。弟妹，5000两够吗？不若我替你多要一些吧，毕竟到了九王府，用银子的地方多的是。好，那就劳烦大哥了。弟妹客气了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涂小娇就是那鬼见愁，但凡有脑袋的人都想避开他。魏昭是这样，魏和忠也是同样，只是他们都没躲过。这会儿魏和忠听完魏昭的话，气得鼻孔都大了。这个孽畜！相爷，罢了，就当是花前免灾吧。祖父，俗话说得好，来日方长，咱们不能为了一时之气给他做意气之争。你说的对，来日方长，来日方长。自我安慰过，对着魏昭问：他要多少银子？1万两。魏昭话出，有才眼眸瞪大。涂小娇找大公子要5000两，大公子一开口向魏和忠要1万两，这黑吃黑啊！魏昭拿着银子回来时，就看到涂小娇正在他的院子里逗弄他刚买回来的那只小奶狗。小狗狗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要不叫福旺怎么样？拿到了？拿到了。魏昭从袖袋里拿出一沓银票递给涂小娇。多少啊？6000两。涂小娇听了点点头，忽然走到有才的跟前。有才？有才抬头。小的在。你家公子贪了多少？没有贪啊，公子1分都没贪，就是6000两。是吗？敢发誓吗？如果不是6000两，就让你以后不能人道。有才嘴巴张了张，面皮颤抖，却是发不出声了。涂小娇看向魏昭，对他伸出手。魏昭扯了下嘴角，将剩下的银票递过去。弟妹真的不给我留一点吗？涂小娇抽出一张放到魏昭的手里。给有才买点压惊药。涂小娇回到住的地方。姨娘，什么时候离开？大概是后天。乔氏点点头，然后将桌上的锦盒递给涂小娇。我没什么能给你的，这里面是我存的一点碎银子，你拿着。以后啊，好好过日子，希望你从此苦尽甘来。姨娘，你想离开魏家吗？闻言，乔氏愣了下。涂小娇望着他。离开魏家，找一处院子试着过自己的日子。我可以吗？只要你想就可以。晚上魏昭洗漱完，刚要歇息，他母亲郭氏就来了。这么晚了，母亲怎么还没有歇息？涂小娇要带乔氏一起离开。然后呢？我答应了。你以为是我想答应的吗？我是被逼的。涂小娇那个孽畜说，如果我不答应，魏燕这辈子都别想从床上起来。相反，如果我答应了，他可以先让魏燕好受一些。他之前不是也吞了毒药吗？不是说3天就会死吗？他为什么现在还活着？母亲，药是涂小娇自己吃的，你以为她自己会不准备解药吗？翌日天还未亮，涂小娇就带着乔姨娘离开了。这京城内有什么地方是母亲比较喜欢的吗？其实我对京城也不是太熟。话没说完，忽然愣了下，怔怔地看着涂小娇。小娇，你刚才喊我什么？从今天起，你已经不是魏家的姨娘了，你只是魏松的母亲，也是我的婆母，所以我该叫你一声母亲。乔氏听言，眼泪哗地掉了下来，
赶忙背过身去，呜咽着，好一会儿才稳住自己的情绪，红着眼睛望着涂小娇。小娇，你马上就要去王府了，这是太后的懿旨，所以你唤我母亲不合适，被人听到了他们会训斥你的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以后就叫我姨母吧。涂小娇点点头，并未在一个称呼上跟乔氏争执。我们先找个地方吃早饭，之后咱们就看一下院子吧。小娇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去魏家庄，去你跟魏松曾经住过的地方。涂小娇正要点头，被一道声音打断。涂小娇，薛世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因为侍卫跟我说你从魏家搬出来了，我就赶紧过来看看。涂小娇挑眉。对，我一直在派人跟着你。哎呀，好了，先别说那么多了，你们先跟我去国公府，祖母正等着你们呢。说着，薛景不待涂小娇说话，便噼里啪啦的一通安排。你们在京城还是没我熟，接下来你们是想买院子、买丫头，还是想找护院，我都能给你们办到。俗话说，有便宜不占是傻子，所以呢，你们就别说那么多了，跟我走吧。涂小娇听了笑了下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真的？都说相由心生，我一见世子就觉得世子是人中龙凤，心底善良，秉性高洁。现在看来真是一点不假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多少年了，这都多少年了，再没人这么夸过我了呀。此时一辆马车缓缓驶来。主子，前面好像是涂小娇和薛世子。看到九王爷，薛瑾嘀咕了句：真是冤家路窄。涂小娇听到，嘴角又勾了下。哎呀，王爷，好巧啊，您这是去上早朝吗？薛世子与涂姑娘这么早，怎么也在这里啊？我妹子从魏家出来的，我来接她回国公府。说着，薛瑾对着涂小娇使了眼色。给你做靠山呐，接了点儿。劳烦我的娘家哥哥了。嘿嘿，你我兄妹客气啥？王爷，后天我进了王府，按照情分，我哥算不算是你的大舅哥呀？娘哟，好心真的有好报呀。九王爷看着薛瑾那快叫呀快叫呀的眼神，一阵无语。叫？你想听我叫什么？九王爷心里无语着，转眸看了涂小娇一眼，视线落在她嘴上，这嘴就该封住。咦，九爷，你一个大男人盯着我妹子的嘴巴看啥？王爷，我嘴上有什么东西吗？你嘴上当然没什么，是他心里有东西，脏东西。王爷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该进宫了，不能再说了，再说下去，王爷真是要下不来台了。九王爷没说话，只是又看了薛瑾一眼。安武赶忙驱车离开，随后还听到薛瑾与涂小娇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王爷最后看我那个眼神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就是妹夫看大舅子的眼神，充满了深情厚意。马车内，九王爷告诉自己，没什么值得生气的，不过就是多了一个行事乖觉、闲行不羁的妾室，还顺带多了薛瑾这个嘴巴没把门的，平日没事喜欢诈尸的亲戚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过去比这更糟心的事儿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，现在这些都算不得什么。九王爷心里这么想着，吩咐安武一会儿去太医那儿给我拿一些清火的药来。另一边，薛瑾在将涂小娇带到国公府时，心里就做下了一个决定。祖母，我要认小娇做干妹妹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找根绳子在大门口吊死自己。
薛老夫人扫了薛锦一眼，没啥反应，只是又多用了半碗饭。齐嬷嬷看在眼里，心里暗负，要多吃点儿，不然一会儿打骂世子的时候没劲儿。涂小娇和乔氏在外面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听到屋内一阵吱哇乱叫。乔氏听着满是担心，对着涂小娇低声问：小娇，不会有事吧？应该没事。少时，薛锦龇牙咧嘴揉着屁股走出来，看到涂小娇，对着他咧嘴一笑：嘿嘿，小娇，祖母答应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国公府的小姐，是我薛锦的妹妹了。世子为什么非要认我做妹妹呢？能为啥？自然是因为合眼缘呗。真的只是这样？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借你叫九王爷一声妹夫。如果是这样，你何必认我做妹妹，直接认我做侄女不是更好？这样你就能对着王爷叫侄女婿了。听言，薛锦愣了下，随着眼眸瞪大，激动了。你说我刚才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想到也没用，老夫人是不会同意的。涂姑娘、乔夫人，老夫人请你们进来。涂小娇拍拍薛锦的肩膀，同乔氏一起走进老夫人的屋子。吴安将一个女士带到薛锦的跟前。这是封印，把她扮作丫头，跟在涂小娇身边，一起入九王府。放在涂小娇的身边做什么？是保护她的安全，还是保护她的清白？都有。若是九王爷要同涂小娇洞房，你确定他拦得住？这就不劳薛世子费心了。薛锦哼了声，哼，你当我愿意费心呢？我只是不想你们后悔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先把涂小娇给带走，先为魏松把人留住再说。现在你把人带走了，到时候他跟魏松一起回来，那就是夫妻团圆，从头到尾都没九王爷任何事儿。但是他入了九王府就不一样了，到时候魏松再回来想要带走涂小娇，那就是跟九王爷抢。毕竟那个时候他是九王爷名副其实的妾室，九王爷也是要脸的，他就算不在意涂小娇，也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妾室随意送给一个男人。吴安听了皱着眉，却没说话。涂小娇在国公府待了一天，将乔氏安置好。第二天清早，王府那边派来一顶轿子，就把他抬去了王府。薛锦亲自护送他去的。世子，不用这么麻烦。哎呀，这不是麻烦，这是必须。我得让人知道你是从我国公府出来的，你也是有靠山的。让那些想欺负你的人在动手前最好掂量掂量。你既然叫我一声哥，我就不会让你白叫。小娇啊，你记住，我认你做妹妹不是闹着玩的，是真心的。薛锦话入耳，涂小娇不由红了眼眶。妹妹啊，你耳根子怎么就这么软呢？你要记住啊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是绝对不能相信的。所以等到了王府后，如果九王爷跟你说这辈子都会疼你宠你，你绝对不要相信，他就是糊弄你的。哥哥的话我记下了，不过我会想哭，不是因为耳根子软，而是因为愧疚。愧疚什么？哥哥对我这么好，可刚才在哥哥牵着我出府的时候，我却还偷了哥哥的钱袋子。说着，涂小娇将钱袋子从袖袋里拿出来，递给薛锦。所以以后哥哥也要记住，女人的眼泪也是不能相信的。九王府正院，王妃，涂氏入府了。挺好，这下他们都该高兴了。从此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说本妃善妒容不得人了。这妾室也进门了，希望他能早日为王爷诞下子嗣，那么本妃对外也就有了交代。王妃啊，
王府的嫡长子还是从你肚子里出来才行啊。嬷嬷，你这是在取笑本妃？王妃息怒，老奴就是死1万次也不敢有此念头呀。老奴就是盼着王妃的身体能调理好，到时候……别说了。迎春院，涂小娇现在住的院子。小姐，这地方挺好，利于谋财。月影伸手拿起桌上的花瓶。小姐，就这一个花瓶，至少值200两。这东西拿出去，有人敢收吗？有的。你确定？是。不瞒姑娘，薛世子经常从国公府偷东西出去卖，所以奴婢很清楚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值多少钱？至少50两。涂小娇指，月影报价。夜半，九王爷从外回来，站在迎春院的外面，眉头微拧。王爷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太后赐予的，会着太后的面子，您也要进去做做样子。王爷，涂小娇再能作，也不过是一弱女子，而她也算是个聪明人，她知道分寸，不敢做得太过的，不然最后受罪的只能是她。有些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。涂小娇如果真的不知死活的作，那倒是好办了。偏偏涂小娇她不是，她会在你跟敌人对峙时，在旁为你唱18摸助威，会在你中了枚药时，会一下子给你指出4个解决方案的良民。她的言行最不致死，甚至经他巧舌狡辩之后，还能称得上是有功，这才是最闹心的地方。处死他太过，留着的又太闹心；对他进攻显得太狭隘，对他妥协又觉得太窝囊。九王爷想着，轻吐出一口浊气，抬脚朝着屋内走去。听到那声音，安武心头一跳，顾不得许多，猛地推门走了进去。主子，您没……安武话没说完，在陡然看到床上的场景后，也瞬时惊呼一声，猛地打了一个激灵。涂小娇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等王爷呀。说着，涂小娇从床上跳下来，迈着欢快的步伐朝着九王爷和安武走来。行了，你不用靠这么近了，你就站在那里说吧。妾身遵命。神不人鬼不鬼，我这是纳了个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喂，王爷，书上说这样能促进夫妻感情，能讨夫君欢心，所以……没说完被打断。什么书？拿来给我看看。涂小娇从床头拿过一本书，递给九王爷。王爷，你看，就是这本书。九王爷凝眉，竟然真的有这种内容。想着，合上书看一下书名《人鬼情趣录》。哎呀，我说我看的时候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？原来不是人跟人呐。说着，挠了挠头，对着九王爷憨笑了下。王爷恕罪，我就是想给您一个惊喜，没想到看错书了。这哪里是惊喜，这分明是惊吓。更甚者说，涂小娇这装扮，简直是试图谋杀亲夫。得亏了王爷胆子大，不然今天非得红事变白事不可。去，写了。是。有个人样的时候都没这么直立，现在打扮得跟鬼差似的，他倒是搞起礼数来了。王爷，今晚不若去别的院子歇息吧。涂小娇实在闹心，但又不能直接把人掐死，毕竟把人掐死也是需要个理由的，总不能太后和皇上问起来，王爷说是涂小娇想搞情趣，
但把他吓着了，就把人弄死了。这好像也不能显示出王爷的魄力，只能显现出王爷的暴力和胆怯。一个能被女人吓到的王爷，似乎也不值得称颂。你先出去吧。可是，他应该也做不出什么花样了吧？安武在外守着，九王爷在床上等着。哼，我跟涂小娇到底谁才是嫁起来的那个？王爷。九王爷抬眸看一身白衣，头发散落在背后，小脸白净明媚的涂小娇时，极好，从刚才的厉鬼变成艳鬼了。如果不是刚才进门那一出，涂小娇这模样也算是温婉可人了。王爷，您要沐浴吗？不了，本王来时已经洗漱过了。这样呀。那王爷饿不饿？想不想吃夜宵？不了，本王不饿。一问一答，九王爷逐渐感觉有些怪异，确实怪异，因为颠倒了。一般新婚夜都是男人表现体贴，女人表现腼腆的时候，可现在好像是颠倒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歇歇。九王爷嗯了声，自然是歇歇，不然看你扮鬼玩吗？九王爷漫不经心地想着，不紧不慢地开始宽衣解带。怎么感觉我就是那个要现身的呢？你过来，给本王更衣。好嘞。当脱的只剩里衣，涂小娇还要再给他脱的时候，被九王爷拦下了。行了，可以了。魏松若是知道你这么快就改了嫁，并且还如此欢心，不知他会是何种心情。三公子说了，人要往前看，所以他说我们三个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看着涂小娇的眼神，九王爷抑制着转头往后看的冲动，凝眉。你说什么？3个人？不，我说错了，他现在已经不是人了，所以是2个人。在这屋里，我们2个人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说完，涂小娇又朝着九王爷的身后望了望，脸上满是深情。所以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的妾室，在我面前跟他的死鬼相公眉来眼去，而我，在魏松这个死鬼的眼皮子底下，跟他的前夫人即将洞房。所以，我跟魏松究竟是谁绿了谁啊？王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早些歇息吧。说完，涂小娇直接躺下，躺下时手还在空中划拉了2下。涂小娇，本王的性情没你以为的那么好，所以别在我跟前耍什么花样啊。是，切身谨记。所以，王爷要睡吗？话说得太直，让九王爷一时无言以对。涂小娇看九王爷不说话，跟着沉默了会儿，然后伸手开始解自己的衣服带子。就在涂小娇的肚兜将露出来时，九王爷背过身去。歇歇吧。是。涂小娇应一声，重新系好自己的衣服。王爷这身份，这年岁的人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，什么事儿没做过，他没那么急色，现在看来确实如此。所以见多识广的男人有见多识广的好处，就如九王爷，不但不急色，可能也早就看出了我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因此碰都不想碰。唉，如此甚好，我们也算是一拍即合了。这么想着，涂小娇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听到身边那均匀的呼吸声，九王爷静默。所谓相由心生，由此可见，涂小娇心里也是相当的沉稳吧。所以魏松刚死没多久，她就改嫁，她心里不觉得惭愧。
而面对我这个新夫婿，他也是没激动没欢喜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是不是说明魏松没入他的心，而我也没入他的眼？因为我们都无所谓，所以他才能如此的四平八稳。想着想着，九王爷心里就生出了一点火气，对着涂小娇伸出手来。睡得正香的涂小娇忽然感觉头皮猛地一痛，嘶哑，醒了。哎呀，头皮都快扯掉了，能不醒吗？王爷，怎么了？外面有人偷听。涂小娇听言，扭头就要往窗外看。看什么？想让人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本王不想传出去，让太后觉得我对你有所不满。所以呢，王爷希望我做什么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啥意思？九王爷这是想难为我？如果是，那九王爷还真是用错方法了。若是九王爷让我向善，我可能还做不到，但是让我作妖，这可难不住我。九王爷双手抱胸，闭着眼睛等着看涂小娇作妖。哎呀，王爷不要嘛！那腔调一出，九王爷顿时睁开眼睛。王爷您真厉害。九王爷眼角抽抽，绷不住了，翻身坐起来，然后就看到涂小娇背对着他，四平八稳的盘腿坐着。王爷，这样您可太累了，不如让我在上面用力吧。王爷您躺着。涂小娇说着，左手拍右手，啪啪啪的声音随着响起，一下子就声色并茂了。九王爷脑子嗡嗡的。王爷！闭嘴！王爷，怎么了？闭上嘴，躺下睡觉。王爷，这才一眨眼的时间就结束了，会不会有损王爷的威名呀？涂小娇说完，看九王爷脸色顿时难看。王爷当然不会这么快，所以到时候就说不是王爷时间短，而是我无能，是我在床上秒了。看九王爷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不动不言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是睁着眼睛晕倒了吗？看九王爷不说话，就在涂小娇抬手要给他掐人中的时候，你想死啊？啊，欲仙欲死吗？就在涂小娇感觉谢晋要掐死他时，却看九王爷忽然笑了。什么情况？起风了？涂小娇，啊，你过来，亲我一下。听到九王爷这话，涂小娇愣了一下。亲哪儿啊？你想亲哪儿？那个，我看看啊。说完，盯着九王爷认真看了起来，从额头到眼睛到鼻子到嘴巴，然后往下。王爷，我来了。说完，涂小娇嘟着嘴巴朝着九王爷就凑了过来。刚靠近，九王爷陡然起身，涂小娇扑空，一个没稳住，最后一头栽在到了床下。哼，怎么不摔死你啊？说完，转身走了出去。真好，成亲第一天就过上了夫盼我死，我盼夫亡的日子。皇姐，您还好吧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觉得本王哪里不好？哪里不好？感觉整个都不好，特别是脸色。想当初先帝死的时候，九王爷脸色都没这么难看，现在都快扭曲了。刚才都听到了什么？属下没听到什么。看来他是什么都听到了。哼！王爷，奴婢红杏有要事禀告。何事？说。回王爷，刚才威远侯府的人来报，说老侯爷突然暴病，病得很重。王妃刚才已匆匆赶过去了，让奴婢特来禀告王爷一声。红杏禀报完，又忙补充一句：不过王妃也交代了，尽量不要打搅王爷。
本王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此时，距离九王爷不远的地方，薛瑾眼神灼灼地盯着九王府大门，对着身边的武安低声道：“你说涂小娇没让九王爷得逞吧？如果有，月影早就来禀报了，没禀报就是没有。没有就好，不过这会儿九王爷应该也没心思做别的了。不得不说，这老侯爷病得真是时候。”武安没说话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闻言，武安抬眸，就看九王爷带着侍卫出了门。走吧，看来今天是不会成事儿了。威远侯府好在老侯爷只是旧疾复发，并无性命之忧。九王爷在此坐了一会儿，在老侯爷睡下后就起身出去了。杜夫人、齐氏和杜嫣然也一并走了出来。这么晚了，还打扰王爷歇息，惹得王爷亲自过来一趟，实在是府中的下人太不懂事了。侯爷身体不适，我过来一趟也是应该的。王爷如此挂念侯爷，真是侯爷莫大的福气呀。齐氏说着，转头对着杜嫣然：“你之前住的院子，下人一直都有打理，所以很干净。这会儿时辰不早了，你赶紧随着王爷去歇息一会儿吧。”不用这么麻烦了，府中还有事，等着王爷回去。所以，王爷大抵无暇在这多待。嫣然，你是怎么跟王爷说话的？快，跟王爷赔不是。是。杜嫣然望着九王爷：“王爷，刚才妾身若是言语有所冒犯，还望王爷不要见怪。”王妃言重了，既然老侯爷无事，本王就先告辞了。说完，九王爷转身离开。快呀，随王爷一起回去。杜嫣然却不，绷着脸径直回了他之前住的院子。而边境此时，魏松也终于收到了武安的来信。涂小娇成了谢晋的妾室。这句话，魏松连续看了5遍。涂小娇成为谢晋妾室的前因后果，魏松连续看了3遍。想当初先帝驾崩，主子收到密信都没看这么多遍。才没多少日子，他就混成了谢晋的妾室，他可真是有能耐。主子，现在怎么办？也许就应该让他待在谢晋身边，凭他的能耐，说不定能直接气死谢晋。主子，那就不管他了。武文说完，魏松看了他一眼。那要不跟武安说，让他想办法把涂小娇从九王府弄出来。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魏松静默良久，起身走到书案前，提笔写了一封信给武安。虎大哥，请问魏公子歇息了吗？萧姑娘有什么事吗？也没什么事，听我大哥说魏公子身体不适，所以我特炖了人参汤过来给魏公子补补身体。多谢萧姑娘了，不过我家公子不喜欢喝这些汤汤水水的，之后就劳萧姑娘不要送这些了。好，胡大哥的话我记下了。主子，端出去。是。主子，还是让武安想办法把涂小娇从九王府里带出来吧，免得日后后悔。魏松抬眸：我后悔什么？主子，你看，这是萧星子送来的参汤，你毫不犹豫的就扔出去了。可之前涂小娇炒的屎大肠你却吃了，所以涂小娇在你这里还是不同的。你该知道，那时并非是我愿意的。第一口是被逼的，第二口也是吗？武文，都说作为下属要全面开化，所以……魏松话没说完，武文捂着屁股疾步走了出去。主子恕罪，属下这就把参汤倒掉。另一边，萧山对着萧心慈问：怎么，又给魏公子送汤去了？萧心慈听了也没隐瞒，
因为瞒也瞒不住，如实的点了点头。哎，你不是非摄政王不可吗？就像哥你说的，人活着总是要向前看的。现在我听哥的，向前看了。哼，往前看，往前看怎么看不到铁柱？哥，我跟铁柱就是兄妹情。哥，我现在也不小了，我瞧着魏公子是挺不错的，特别是他的眼神，他每次看我都感觉心砰砰砰的跳。哼，你心都砰砰跳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不过你心砰砰跳也没什么用，要人家魏公子也砰砰跳才行，不然你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怎么会是剃头单子一头热呢？哥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女追男隔层纱。哼，你当时想扒上摄政王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，还隔层纱，现在都隔着棺材了，你连他的衣角都没摸到。小心慈抿嘴，魏公子跟摄政王是不一样的。哦，是吗？在我看来都差不多，都一样俊美惑人。哎，我现在总算是看出来了，你看不上铁柱不是因为他出身，纯粹就是因为他的样貌。还说没什么可说的，结果难听话都被你说尽了。反正我不管你怎么想，我这次是认定魏松了。哼，我肯定不管，只要你能把人拿下就行。京城，魏松心里几经翻转，涂小娇是完全不知道的。他现在过得很自在，王妃在娘家给老侯爷侍疾，九王爷不怎么回来，王府除了下人就是他了。就在涂小娇对着镜子观赏自己圆润的下巴时，一人大步走了进来，正是好几日不见的九王爷。看来本王不在，你过得很自在。这调调是找茬的调调，没错了。王爷冤枉呀，您和王妃都不在，小女心里空落落的。只是小女身份低微，虽然心里挂念，却不敢多问，只能装作自在而已。是吗？挂念本王，挂念的你人都胖了。啊，胖了吗？大概是一想到王爷我就心花怒放，以至于我身体也跟着绽放了，都变宽了。你少给本王装腔作势。王爷真是厉害，真是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。满脸的虚情假意，满嘴的马屁，就跟泥鳅似的，滑溜得很。九王爷懒得再跟他废话，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跟我去国公府。啊，去国公府做什么？老夫人寿辰，带你过去贺寿。王爷，这种场合你应该带着王妃去吧，带我是不是不合适啊？传出去人家会说王爷您宠妾灭妻吧。为表示对你的宠爱，本王愿担那恶名。如何？你可感动？王爷，婢妾可真是太感动了。你落个泪给我瞧瞧。王爷，这个我做不到。为何？因为对着王爷我满心都是幸福，根本就哭不出来。九王爷盯着涂小娇看了看，以后你还是少说话吧，现在去换衣服。说完，九王爷抬脚走了出去。王爷，属下认为对涂小娇，您心里一定得提防着点儿。他那张嘴太能忽悠人，属下现在都怀疑，当时魏松愿意为他死，都是被他给忽悠晕的。怎么？你也担心本王会被他的鬼话给忽悠迷糊了？当然不会，王爷您什么样的好听话没听过，自然不会轻易被涂小娇给忽悠了。只是他那嘴确实要防。安武说着，看着九王爷有些欲言又止。有话就说。是。洞房那天晚上，属下知道王爷跟涂小娇什么事都没有，可旁人不知道呀，所以在涂小娇刚啊啊了2声，
王爷随着就走出来之后，现在已经隐约传出，王爷您很快的传言了。极好，短短几日他长肉了，我落了个快命，所以我们都是有所获。王爷，我好了。走吧。王爷，今天去国公府的是不是有不少看我不顺眼的人啊？哦，为何这么说？因为我觉得就因有很多看我不顺眼的人去，所以王爷你才会带我去的。不然是为了给他自己争得一个宠妾灭妻的名头吗？九王爷才没兴致做有损自己的事儿，唯一的理由就是九王爷想借着别人的手或嘴让我难受，所以才会带上我。九王爷没说话，似默认又似懒得搭理他。王爷，有一件事儿想必你也看出来了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脑子里其实有点东西的。所以呢？所以比起让我做妾室，王爷倒不如试试让我做下属，我为王爷效力半年，然后王爷赏我点银子让我离开，如何？本王不缺下属。哎呀，王爷自是不缺，但是像我脸皮这么厚的应该不多吧？这话倒是不假。王爷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让我给你做下属绝对比让我给你做妾室划算。哦，是吗？绝对的，因为我床下的活可比床上的活好多了。本王考虑一下。行嘞，王爷您慢慢考虑。看涂小娇那谄媚的样子，九爷开口：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本王看看你的能力如何。王爷有事您吩咐。你说一句让本王愉悦的话听听。王爷，俗话说得好不如做得好，所以你且等我一下。阿五，你停一下。马车停下，涂小娇麻溜从马车上跳下来。王爷，我马上回来。皇爷可不是那么好讨好的，涂小娇怕是白费心机了。安无正愣间，看涂小娇捧着东西一脚踏上马车。王爷啊，这个送给你。看到涂小娇递到眼前的东西，九爷也是不由怔了下。一个木质底托上，花团锦簇中围绕着两个人，一个一身长裙，面容柔美，满眼的温柔；一个身姿英挺，金贵威仪。这两人，一个九王爷，另一个是九王爷的母妃，已离世的黎太妃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黎太妃是谢晋在这个世上唯一会想念的人，也是谢晋心里的遗憾。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个？雕得这么精致仔细，肯定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做好的。特别是这几天，涂小娇也没出过王府。不瞒王爷，在太后将我赐给王爷为妾的那一天，我从宫里出来后请老板做的。所以在当做物件赐给我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了在我身边如何立足，也给自己想好了后路。怎么想起做这个了？因为不管是给王爷做妾还是做王爷的下属，我都盼望着是一段良缘，所以就想送王爷一份礼物，期望王爷事事顺遂，也盼望我自己万事顺心，不负我们相识一场。这马屁拍得高呀，这一套见过。京城最大的宁臣曾经就是这么拍先帝马屁的，那人真是贼精贼精，也真是蔫坏蔫坏的。听说今天是太妃娘娘的生辰，那么今天她看到已成长为人中龙凤的王爷，一定很开心。哼，你有心了。王爷过奖了，都是属下分内之事。所以这么用心，就是为了给自己讨一个下属的身份。怎么，做本王的妾室就觉得这么委屈吗？这问题可是不好回答。如果我之前没嫁过人，如果我心里不是还装着魏松，那么能给王爷做妾是我家祖坟上冒青烟了。可是我嫁过人的，还是一个极好的人，所以有我这样心里还爱着别的男人的妾室，是王爷委屈了。
你倒是坦诚。我以为对主子坦诚是做好一个下属最基本的。涂小娇望着九王爷，神情肃穆。所以，王爷与其要一个心里没你的妾室，倒不如要一个对你全心全意的下属。只要你做得好，本王也不介意成全。多谢王爷。安武说的对，涂小娇这张嘴真的是要提防一些。听她说话说的多了，真的是会犯迷糊的。难怪魏昭对着涂小娇时，基本上嘴巴都是闭着的，怕吃亏，也怕被骗。